朋友们，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心呢？当年二祖慧可大师为了向达摩祖师求法，断了一条胳膊以表决心，求的就是安心之法。而《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大师听后当下开悟，这句讲的也是安心之法。为求安心之法，二祖可以断臂求法，而佛陀讲安心之法的《金刚经》也成为佛家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这都说明了安心之法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安心呢？怎么才能实际做到应无所住，而不是仅仅挂在口头上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第一次开车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第一次下水游泳都是很紧张的，第一次上台讲话都是很紧张的，第一次干什么都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次有太多的未知，因为未知就会有担心，就会有恐惧，心就不得安定。那什么会让我们心放松下来呢？回到家，一切都再熟悉不过了，尤其父母还在家，就更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心就很安定。当开车开成了老司机，恨不得闭着眼就开，心就相当安定。还有人坐长途车或坐飞机，就踏实到容易犯困。为什么呢？因为坐在那里真是没什么别的选择，旅途中有限的可能了然于胸，心就安定了。这些有什么共同特点呢？因为熟悉，因为几乎知道可能发生的一切，心自然就会安定。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要想做到真正的心安，一定是通过知道，而且是确切的知道，才能真正做到心安。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骗是骗不了自己的，而有不知道的内容，就一定会使自己不安。这个也装不出来，也骗不了自己。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心安的，在什么时候是不安的，是不是可以逐一验证，对不对？因此要做到彻底的心安，做到真正的如如不动。唯有彻悟了整个世界，所有一切全都明白了，才能够真正做到。这是骗不了人，也骗不了自己的。怎么做？知道一层，心安一层，不知一层，不安一层。如何知道？观察，唯有观，才能生慧，即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何观呢？关于在生活中的观呢，我们之前讲过3个心法。第一个心法是跳出反应，因为一切本能的反应都是一种奴役，只有有意识的回应才是真正的自由。当你一旦陷入到了无意识的自动化反应之中，那么就意味着此时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一切如是的体验者和观察者。那么我所说的反应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在你头脑里不自觉升起的回忆、联想、比较、定义、评判，以及在这些头脑思维活动之下所产生出的一切情绪和行动，它们都是你的反应。仔细的体会一下，你就不难发现，在你过往的生命中，绝大多数你头脑和身体的活动，都是你本能的机械化反应，而你的意识并没有主动的参与进来。比如别人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你立刻陷入到某种反应，又或者电视里的画面、游戏中的情节，你看到或者置身于的一个场景，一个随机事件的发生，你收到的一条信息，你读到的一段文字，你吃下的一口食物，喝下的一口水，听到的一个八卦，甚至是路边突然出现的风景等，这一切的外境变化与发生，都会持续不断地让你陷入到各种各样的自动化反应之中。
并且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在你的觉察之外悄悄发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你在觉知之下有意识的去选择和允许的行动，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所进入到的一种无意识状态。因此，有一个真相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你并不知道自己此刻正在做什么，或者已经开始在做什么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句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话：有很多人虽然活着，但是他们已经死了。这里的死指的并不是死亡，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心死，它其实说的是无意识的活着，或者说活在了社会的习惯里。当你对外界的发生起了本能的反应而不自知的时候，那你就是住在了五蕴当中。这代表着你是生命的意识正在被你的反应吃掉，然后被转化成了一个虚妄的家伙。那我们要怎样才能让自己不断地跳出反应呢？首先，正所谓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你要尽可能早的后知后觉到自己已经起了反应。一旦有了这一丝丝的觉，你就要立刻牢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紧紧地跟这个觉待在一起，然后再有意识地把哪些是你所起的反应都一一地找出来，随后一切如是地安静地看着它们，让这些反应在你意识的觉知下流经。你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你的意识临在做主，让觉去引领你的行。当你和这些自动化的反应剥离开来，那你的肉人自然就会和觉知待在一起了，你自然也就会依照觉知而行，而不是在反应和习惯中无意识的造作。这就是所谓的跳出反应。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很多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又陷入到了头脑和习惯的自动化反应里，那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你总知道自己何时又陷入情绪了，对吧？那就从你意识到自己又在情绪之中的时候开始。另外，我再分享给大家2个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主动去进行的针对头脑的修炼方法，大家可以试着去做。第一个方法，我们训练的场景可以选择在比如饭馆、菜市场、电影院、商场、街道等等有人的地方。你可以随时对任何一个人以及他的行为开始进行观察，并且同时警惕你的头脑。我相信一开始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定义、评判会自动地从你的头脑里冒出来。例如，他好丑，这个人皮肤可真差，他怎么说话这么粗鲁呢？他穿的可真邋遢，这个人看起来很有钱啊，我喜欢他的身材等等等。请立刻在当下对这些头脑的念头进行识别。记住，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评判自己的评判，只是看见接受，并且允许自己头脑里的发生。当你可以对自己的头脑做到全然的接纳和一切如是的观察时，你就会发现这些念头竟然全都消失不见了。当你重新让意识接管了你的头脑以后，那么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试着让自己安静地看着眼前各种正在做着不同事情的不同的人，但是保持头脑的不介入。就在这样一个没有二元对立的平和的状态里待上一段时间，这就是你主动进行的提起觉知、修炼如是观的最好的方法之一。你甚至可以不只是观察人，你还可以观察随缘进入你生命中的一切，比如一棵树、一朵花、一朵云彩、一只小猫等等等。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做到不评判而只是安静的观察真的很难，但是慢慢的随着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识别和接纳着头脑里自动化升起的各种各样的念头，你会越来越让自己接近生命的本来。接下来是第2个头脑训练，随时随地的觉察你头脑中未经允许就出现的念头。一旦你意识到了自己自动化开启的思考，就慈悲地给他们补上一个允许吧。记住，在你更高级的意识层面，只有允许和接纳，
并没有禁止。这就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点燃了一盏灯，它照射出的光明并没有去禁止黑暗，而是全然地拥抱了黑暗。最后，我们要再加上主动的定力修炼，比如冥想。冥想就是有意识地把我们起反应的通道放在了我们意识的监督之下，让身体和思维的一切自动化反应都暴露在我们的觉知之下。待在这个抽离反应之后的安静状态里的体验行为，就是冥想真正的目的所在。接下来，第二个如是观的心法，剥离小我。什么是小我？还没有被你观察到的思维活动就是小我。你之所以会以小我的形式和维度存在，是因为你还没有觉察到它们。而这些我其实就是执念和情绪所组成的这个强大的业力系统捕获，并且吃掉我们意识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钩子。你能否随时随地的对这些我的出现都保持警惕，并且可以对它们进行安静而不介入的观察，直到它们默默地流经，消失不见。这就是你在尘世的体验功课里，可以随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关键所在。其实并没有任何特别复杂的道理方法和操作，有的只是你与生俱来的觉知功能和一切如是的观察。那如果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底要如何去做呢？如何才能让自己在意识被不知不觉中捕获吃掉以后，可以再重新的迅速提起觉知，再次回到当下的专注和平和的体验中呢？我们要随时随地对头脑中出现的我保持觉知，对当下在我们头脑里面的真实发生保持觉知，时刻知道自己又失去了意识，又住在了某一个我的执念上面，时刻知道自己的言行，又在不知不觉地认同、滋养和壮大着一个我。但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些我往往都十分的狡猾，他们会隐藏和伪装成一些看似很自然、很普通的念头，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念起的当下有所觉察。然而，如果你无法觉察到这些我的出现，那么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你一定会不知不觉地认同于这些我，你会失去自由的意识而被这些我勾住，接下来你会以他们的形式而存在，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肉人会转化为一个痛苦之身，这就是一切苦厄的开始。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办呢？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甄别到这些狡猾的我的出现，那就是瞄准它所带来的结果。我所说的这个结果，就是在我们体内已经开始流动起来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记住，你所有的情绪一定都是你的某一个或者几个执念升起的结果。一旦当你开始认同于了某个执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你的肉人立刻陷入到情绪。虽然你很难觉察到自己是在何时又被某个执念所捕获了，但是你一定可以觉察到自己何时又陷入到了情绪。那我们如何才能找到那些狡猾的我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准确地识别出具体是什么情绪在你的体内流动。只有知道了具体是哪股能量，什么样频率的能量，然后你才能顺藤摸瓜，直到最终把藏在这股能量背后闹事的那个我给揪出来。有一个很简单的训练方法，就是当你一旦觉察到自己又升起了情绪，不管是开心、喜悦、兴奋、骄傲，亦或者是悲伤、愤怒、焦虑、恐惧、失落、自卑，你都要先平和地允许和接受这些情绪的出现，不要因此而赋予自己任何负面的定义和评判，而是要把任何情绪的出现都视为你走向觉醒的机缘。然后你就要去立刻找到和发现自己此刻的情绪和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具体的做法就是，一旦感受到情绪到来，立刻试着让自己暂时跳出一切头脑的思考，
以一个完全中立者的身份去观察，在你头脑中到底正在反复出现什么念头，直到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关于我的执念。紧接着，请继续保持这个中立者的视角，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如实地把你所观察到的被你的头脑创造出来的这个关于我的念头，客观真实地描述出来。当你能一次次成功地做到一切如是，不加之以任何评判，坦然平静地直面任何在你头脑里出现的念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被你描述出来的念，竟然都是我的某种感受或者某种需求。比如悲伤的情绪，往往是因为我失去了什么；愤怒的情绪，往往是因为我受到了某种冒犯和伤害；焦虑的情绪，往往是因为我担心某些达不到预期的未来；恐惧的情绪，往往是因为我害怕某些可能会在未来出现的结果。几乎全部情绪升起的原因，都和一个我的出现密不可分。而当我们每一次站在一个孤立者的第三视角，安静并且丝毫不介入地观察这个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现了对思维的超越，就已经实现了和我的剥离。这些化身成为我的执念，则会在你如不动的观察之下，逐渐地消失流经。刚才还在你体内作威作福的情绪能量，也会随即因为没有了能量的源头输入而停止了流动。你的内在将重新回归于平静，从过去和未来重新回到此刻当下。这就是心经中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在红尘中一次次这样的观自在，将引领着你找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最后还有一个很简单有效的修炼无我的方法，那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的语言表达中随时对言谈中出现的我保持警觉。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说出或者即将要说出一个以我为开头或者以我为主语的句子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对此保有觉知，让这些以我为主的句子先不要自动化地蹦出来，而是让它走在觉的后边。甚至你可以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在平时说话的时候主动地去选择尽量不使用那些以我为主语的句子。当你开始如此训练自己，不断地把意识带入到日常的谈话中，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你平时习以为常的表达，一旦被放到了觉知之下，它们竟然会在被说出口之前，已经默默地在你的头脑中流经了。这就是实修所能带给你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的转化，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